伊藤菜菜子轻轻拉开房门，将拖鞋留在门外，赤脚走了进来。伊藤雄彦见伊藤菜菜子盛装打扮，宛若仙女一般，便忍不住骄傲地说道：菜菜子，父亲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你出嫁时的样子，一定比现在更美，恐怕届时全日本都会被你惊艳。伊藤菜菜子微微一笑，莞尔道：父亲大人，菜菜子可没想过太早结婚。伊藤雄彦应了一声，感慨道，心中还是放不下叶晨。伊藤菜菜子也不遮掩，认真道：回父亲大人，菜菜子心中不是放不下叶晨君，是除了他没有其他人的位置，哪怕放下他也不可能再有其他人。伊藤雄彦愣了片刻，有些心疼地说道：菜菜子，叶晨固然好，可是你根本不知道要等他多久，女人的黄金期不过20岁到30岁，这短短10年，你今年已经23岁了，万一错过了黄金期，恐怕会抱憾终生啊。伊藤菜菜子笑着说道：怎么会呢？女人的黄金期就摆在这里，无论嫁人或不嫁都是黄金期，就算我不能在这个黄金期内嫁人，我也依旧会让自己这些年过得足够精彩，父亲大人就不用为我担心了。说着，伊藤菜菜子又道：想来父亲大人也不会希望我在最好的年华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，然后终日在人前不见笑容，却又要终日在人后暗自垂泪。伊藤雄彦郑重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你说得对，无论如何，父亲都希望你能开心地过好每一天。伊藤菜菜子会心一笑，看了看墙上挂着的那套文赋与之库，微笑说道：父亲大人，生活中没有另一半，虽然也是一种残缺，但只要自己能够调整好心态，规划好生活，依旧可以过得很精彩。这和您失去双腿其实是同样的道理，只要您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也依旧可以让自己活得更精彩。说着，他说道：您这套文赋与之库真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一套，即便您失去双腿，我相信穿上后依旧英姿飒爽。我还想着您换上这套文赋与之库之后，与您合一张影，再让那些一直关注着伊藤家族的日本媒体发出去。伊藤雄彦下意识地拒绝道：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我绝不允许媒体发布我坐轮椅的样子，哪怕只是半身照都不行。伊藤菜菜子笑了笑，认真道：父亲大人别忘了，您可是大名鼎鼎的伊藤雄彦，无数日本年轻人都把您视为偶像，很多人知道您今天生日，甚至还在网上发起了为您庆生的热门词条，他们都想看看您结之后风采不减当年的励志样子，这种时候您可一定不能让他们失望才是啊。说着，伊藤菜菜子叹了口气，继续哄着他说道：您想想，若是他们今天看不到您最新的照片，我怕他们会觉得您现在已经颓废了。万一他们在网上发起一个安慰伊藤雄彦、为伊藤雄彦加油的词条，到时候您看到了，心里就不难受吗？伊藤雄彦听到这里，不假思索地说道：让人把我的假肢拿来，我要站着拍。伊藤菜菜子偷偷一笑，连忙说道：那您稍等，我这就让人准备。说罢，赶紧出了房门。伊藤雄彦一直比较抗拒假肢，主要还是因为他是大腿处截肢，而且非常靠近坐骨结节，这种高度截肢之后，再好的假肢也很难操控，使用起来的体验也就越差。若是小腿截肢，膝盖以上的部分还可以正常发力，那戴上假肢基本上可以正常走路，甚至偶尔奔跑也没什么问题。可是伊藤雄彦已经快截到腿根，这种情况下，假肢几乎就只能蹒跚着走上2步，而且因为太靠近大腿根部，所以磨损和不适也非常强烈，坐下的时候屁股都没法全部坐稳，
用不了10分钟就又疼又麻。所以很多时候伊藤雄彦宁可坐轮椅，也不愿意穿戴假肢。不过眼下被伊藤菜子连哄带骗的，他倒是也没了先前的颓废以及对假肢的不满。伊藤菜子快步从房间出来，赶紧便招呼管家过来帮助父亲更衣以及佩戴假肢。伊藤菜子这边刚吩咐完，佣人便拿着一部手机一路跑了过来，对伊藤菜子说道：“小姐，您的电话。”伊藤菜子点点头，将手机接过来一看，顿时一阵欢欣雀跃，因为电话上面写着3个字叶晨君。于是他赶紧接过电话，走到无人角落接通，开口便激动地问叶晨君：“你不是在美国吗？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”叶晨微微一笑，开口道：“菜子，我有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”伊藤菜子连忙道：“叶晨君请说。”叶晨嘱咐道：“你现在立刻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，带着你父亲和田中浩一来纽约见我，越快越好。”啊！伊藤菜子惊讶又惊喜地问道：“让我带父亲大人和田中桑去纽约见您？现在？”“对。”叶晨道：“路途遥远，最好现在就动身去机场，行李之类的都不用带，能多快就多快。”伊藤菜子刚想说今晚是父亲大人的生日，能不能晚2个小时再动身，起码让爸爸把饭吃完再动身。可是他听出叶晨的语气，虽然不知道叶晨这么着急究竟所为何事，但也能听得出他话里的意思，就是分秒必争。于是伊藤菜子当即果断地下定决心，饭不吃了，立刻动身。想到这，他不假思索地对叶晨说道：“好的，叶晨君，我现在就安排车队和飞机尽最快的速度赶过去。”叶晨嘱咐道：“对了，来的时候尽量少带随从和佣人，人越少越好。”伊藤菜子忙道：“那我把我姑姑和管家带上吧，父亲和田中桑身体都有残疾，需要有人专门照顾。”好，叶晨答应下来，到飞机起飞之前，把你的航班号告诉我，我会安排人过去接机。好的，叶晨君。叶晨微笑道：“那我们就纽约见吧。”好，纽约见。挂了电话，伊藤菜子立刻打电话给自己的助理，吩咐他即刻让公务机做好准备，马上直飞纽约。同时也让他将伊藤集团顶楼常备的通勤直升机调过来，他打算带着家人直接从家里坐直升机去机场，这样能够大大缩短中间的行程时间，毕竟眼下东京正是夜生活开启的时间，地面交通会相对拥堵。助理虽然不明白他为什么忽然就要去美国，但也不敢有任何耽搁，赶忙开始协调安排。菜子没去通知父亲，而是先来到田中浩一身边，对他说道：“田中桑，我们马上要启程去美国，叶晨君点名要让你也过去，你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？”田中浩一愣了愣，随即说道：“我没什么需要准备的话，只是这么突然去美国做什么？”我也不清楚。菜子忙道：“田中桑既然没有需要准备的，那我就去通知姑姑，最后再来通知父亲大人。他好不容易答应更衣，就先让他把衣服换好，到时候直接出发。”说完，他急匆匆地转身便走。田中下意识地在身后问道：“小姐，那生日宴呢？”菜子头也不回地说道：“不吃了，我让姑姑把蛋糕带着，飞机上吃。”